这次的纽约系列，我不想从打卡角度来介绍景点，因为打卡攻略不会让人决定出门旅行，一颗好奇想追寻远方的心才会。那么纽约，我们来了解的第一站是大家都熟悉的自由女神像。首先，也许你知道它是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法国送这个礼物最初的原因和愿望又是什么呢？塑像在至今130多年的历史里，象征着自由平等的精神，而现实生活中又是否真的那样理想呢？在21世纪的今天，人们又赋予它哪些新的思想和意义？今天我们来浅谈一下站在自由女神脚下的一点思考。自由女神右手高举自由火炬，左手捧着独立宣言，脚下是打碎的锁链，象征挣脱了束约，头戴7道光芒的冠冕，寓意自由之光辐射7大洲，所以它的本名又叫自由照耀世界。如此美好的愿景来自于法国政治家爱德华·拉布莱的提议，为纪念美国取得自由的成功，也是希望法国人自己也受到鼓舞，为同样民主的目标而战的理想。所以历经10年，一个身高20层楼高，由350片比硬币还薄的铜片拼接组成的空心巨人应运而生。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根据他母亲的外貌塑造了外形，而内部支撑结构是由埃菲尔设计建造的。对，就是那个后来建造了埃菲尔铁塔的古斯塔夫·埃菲尔。而在塑像站立了20年后，原来外表暗沉的铜色因被氧化，整体塑像被铜绿覆盖了。1个多世纪以来，自由女神代表了美法人民的友谊，也象征着人们争取民主、向往自由的崇高愿景。而现实中，美国又是否真的如此理想呢？自1886年塑像建成后的40年间，近1400万的移民就通过纽约港，在自由女神的脚下进入了美国。想象一下，那些在欧洲受穷凶迫害的人们，历经艰辛的越洋迁移，在船上还未看见城市，就先看到海上自由女神的那一瞬间，心中对未来的希望、兴奋、梦想无以言表。那将预示着人们不再受旧社会的贫困压迫，拥有了可以成就自我价值的机会。而那曾经用来启蒙世人的自由女神塑像，在移民者的眼里变成了流放者的母亲，欢迎着所有的外国人。那一刻，自由女神像成了美国的象征。一个欧洲穷人和受迫害者的避难所，一个充满无限机会的地方。有时，这种理想形象掩盖了在美国定居的真正缺点和困难。越来越多的新来者重新定义、污染、威胁、攻击了这座城市。雕像原有的意义被亵渎，当再有欧洲垃圾船来到时，他也只能无奈地提起长袍。其实，欧洲移民与拉丁美洲、亚洲移民及非裔美国人当时还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民主自由。现实中的待遇差别与不公压迫并不会因为雕像的建立而消失。原来，自由女神脚下挣脱的枷锁，只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景和精神追求而已。当我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上读到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，原来这种客观的阐述方式就足以有力量让我们看到事实中的正反。塑像从最开始代表着自由的理想，后到被移民者赋予了欢迎的希望，再到20年前911事件，塑像也为纽约普通民众表达了悲痛与愤怒。但无论是梦想与现实的差距，还是机会与困难的交织，这些年自由女神也是见证了美国的历史。未来她还会继续站在纽约港的自由岛上，客观看待着时代的变迁，并为来此追逐的人提供着自由精神的象征。下次当你再来看自由女神的时候，也许你又会看到它不同的意义。 Give me your tired, your poor,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,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. Send these, the homeless, tempest-tossed to me.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.